你们是谁？你怎么会长得跟寨子里那个一模一样？你是什么人？为何窥视我山寨？兄弟什么的都用过了，我每次复活随着气血增长，看起来都会成熟一点。这次用点别的。我姓乔，名乔森，为寻找我儿乔林而来。莫非他就在此处？等等，乔林他爹这么年轻，你看着也不过30吧？这就是长生拳的功效吗？学姐说长生拳大成之后可长生不衰，原来还没什么实感，现在我才练尽偏精通，便有周身惊险、旺盛不衰之感。一定要早日弄到后半卷。早睡早起，勤修苦练神功护体罢了。诸位，可否带我见见我儿？这个嘛，王先生，我儿死得其所，此举大义，不必悲伤。只是逝者的事情已经了结，活人的事情还得继续追究。那燕城城主郭岩害死了我2个孩子，我过几天就去杀了他。怪不得乔家兄弟都头铁到那种程度，原来是你这个当爹的教的。王先生，我看得出你虽名为山贼，实则胸怀天下，不知可愿与我出山，共举讨国大事，一同为百姓谋一条活路。这话好耳熟啊！我现在是7品巅峰，与郭岩单打独斗尚有一战之力，可郭府又不止郭岩一个，还是找个帮手比较稳妥。乔森此人修为颇高，如能借他之手除去郭岩，的确是桩美事。可他与乔林一样，行事鲁莽，容易坏事，还是先把人稳住吧。你一眼就看出我心怀天下，并非普通山贼，在下佩服。但对付郭岩此事，可从长计议，不能硬闯城主府。那你慢慢想吧，下定主意了再来找我。等等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们不是说郭岩的手下在四处寻找我儿的尸体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吗？我先找个人把他送过去，以免那些狗乱咬乱吠，扰了你的大计。什么？你要把乔林的尸体送到郭岩手中？郭岩行事乖戾，他要乔林的尸体是要将他亲手挂上城门，曝晒示众，这是要乔兄弟死后也不得安息啊！哦，是吗？那我儿的尸体就是很好的诱饵了。郭岩若是能因此离开戒备森严的城主府，更方便我们下手。这位大哥，乔林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呀！不必多言，若是能杀郭岩，我便是待我儿做诱饵，也心甘情愿。乔兄，不，乔叔大义，王某自愧弗如。我这就安排家世清白的医师，将乔林的尸首呈报上去。这几日就请你在寨中小住，静候佳音。帮手有了，刺杀计划也初具雏形。接下来该想想，过2天刺杀郭岩时，我应该怎么装？怎么人前显圣，提高评价啦？好说好说。连武吉会行选使都查不到乔家人的踪迹，难道说乔木、乔林只是在扯大旗，假装自己背后有一个所谓的乔家？居然差点被2个毛头小子骗过去。家主，乔林的尸体找到了。哦，尸体呢？快带我去看看。不是作伪，这的确是乔林的尸体。小的听说那乔林在医师家白白折腾了数日，才痛苦死去。查一下那医师有无问题，若是没有，本城主明日便亲自将乔林尸体挂上城墙。城主有令，今日封城，外人不得入城。郭岩这老匹夫还挺警惕，挂个尸体居然还封锁城门，就这么担心人群里再钻出个乔家人吗？好在我早有对策。王先生，你我虽结盟，但还需分头行动。
乔叔莫非已有计划？我需要你们潜入城内，等郭岩离开城主府，就制造混乱，拖住援军，而我就直接去找郭岩，让我亲手宰了他。您是打算独自对付那郭岩？对，我意已决，你可别想跟我抢啊！头这种差事，没人能跟我抢，没有。刺杀郭岩是这次计划中最危险的一环，想不到您竟愿意主动承担，为我们这些小辈披荆斩棘。我对您的敬仰就如滔滔江水，绵延。停！小王啊，我就是不想你们抢我的风头，哪儿就那么伟大了？啊？实不相瞒，我乔森生平独好人前显圣，你们别抢我出风头的机会。另外，你们搜刮郭府时替我顺几本秘籍，就算帮大忙了。就为了这点小事，不惜把命搭上，你比乔木、乔林还要忙啊！我们继续说正事。小王，你说过自己是在河边遇见我儿的，对吧？可他应该是在城主府内跳井落水的。据此推测，城主府井下应该有一条直通城外群山的地下河密道。你们明天就顺着这条密道走，保证神不知鬼不觉。果真有密道！弟兄们，咱们今日便潜入城主府，配合乔前辈击杀郭贼！出发！算算时间，王素和他们应该已经找到密道了。那么，我也该开始行动了。这高度好，摔下去肯定死的不能再死了。系统，这次把我复活在之前设置好的复活点。这个功能可太好用了，直接在城内复活。封城又如何？郭岩，我没了。不是说城主今日给郭公子出殡，为什么没人穿丧服披寿服呢？哎，这闰上几天才能到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开棺提尸。那是谁啊？怎会死得如此凄惨？好像不是郭公子啊，有点眼熟，看着好像是之前打了郭公子的那个义士。哎呀，真是啊！昨天听叔叔的讲，有个叫乔林的闯了城主府，就是他吧？哼，这可不是出殡，而是游击。郭岩豪横的手段，竟然借此来威慑众人。我怕再有瑕疵，也不敢轻易对他动手了。义士，姓乔的算哪门子义士？白日硬闯城主府杀人，按大严律法就是死罪，当斩。硬闯民宅，胡作非为，这种事郭公子以前做的少吗？就是，那时怎么不见你跳出来说他违反大严律法了呢？如今严惩恶妇遍野，城主却不管不问。按照律法，第一个该死的就是他。哼，一群臭乞丐还敢扯什么律法？我城主大人，给我打！虚辱机民，为报一己私仇，封锁全城，致使良家飞长，官商勾结，草菅人命，你们迟早会遭报应的。饿死也是你们活该，粮价上涨，不会多挣点钱吗？内城的春香楼不是还缺倒夜香的龟奴吗？可别，那穷酸味儿会脏了我的英英姑娘的。像你们这种贱民，还是早点死掉，出差当狗也比现在强啊！没错，就跟你们说的那姓乔的一样。
臭奸商，你也配有今天？兄弟们，上！别！哎呀，救命啊！哎呀，救命啊！城主！城主大人，街边好像有人在闹事。不用管，一帮刁民而已。明天抓几个，杀一儆百就是。城主大人，有刺客，快保护大人！快保护大人！就差一点儿，只要我再躲慢一点儿，这长枪贯穿的可就是我的脑袋了。郭岩，你杀我家人，还拿他失手示众，此等血海深仇，乔家理当千倍奉还。侯林，你没死？不对，不可能！错，我是他老子乔森。乔家人还有同伙？他妈的，到底有多少个乔家人？什么乔家不存在？我即会误我！还愣着干嘛？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来呀，千万别留手！杀！杀！快放箭！这是什么怪物？单枪匹马就破了军阵，你慌死了！我们这边的猛人还没杀呢，不许退，给我顶住！老四，该死，乔家人都不会死的吗？怎么就偏偏被这群疯狗给缠上了？而且这个乔森和那个乔林未免也太像了，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郭岩老贼，你跑不了了！城主，你先走，我来挡住他。我给我儿子报仇，来干什么？住口！你儿子杀了城主的儿子，他死有余辜。那小畜生平日长期压群众，无法无天，我儿子就是为民除害。你这恶徒，你没资格诋毁我家公子！不愧是郭家养的狗。请问，你的狗环呢？住口！你就算死，我也绝不会让你再前进半步。你是条好狗，可惜跟错了人。周文可是7品武者，在他手上竟然连10招也未过。城主还没有出手呢。周文干得不错，城主，这就是与本城主作对的下场。乔家人再多又如何？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没有人可以撼动我的地位。死亡评价等级 A， 本次死亡奖励技能点56点，恭喜宿主首次刷出 A 级评价，开启自由分配技能点数功能。什么鬼？还告诉我说复活是靠命的呀！所以这是新手保护期，一次性把我之前欠下的债全扣了。
早知道我只练长生拳了呀！如果全点在长生拳上，我已经是半个仙人了呀。还好 A 级评价给的奖励慷慨，不然亏死了。罢了，不计较了，我还要去报仇呢。城主，叫上所有人，火速回府。是。不要放他回去，我们要为乔义士报仇，杀了郭岩！群贱民，来人，给我杀！乔义士，你没死啊？乔森，不对，我明明杀了你！来人，给我杀了他！是。郭岩，拿命来！兄弟，局势对我方不利啊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不知道是人是鬼，每个人这么点军饷，人呢？什么命都跑了，我也跑，不许跑！违令者斩！没用的东西！郭岩，今日的局面是你咎由自取，受死吧！就凭你！好凌厉的剑气，这家伙受了伤还这么强。都是你！我多年苦心经营，全都被你毁了！我要你死！乔家所有人都得死！结束了，让无极境！什么？可能？这才不到10招，他不可能做到徒手接剑。难道你已经识破了我的剑路？若是第一次交手，我断不可能识破。但是，这已经是第3次交手了。第3次？你是？我堂堂城主竟然被当猴子一样耍！什么乔森？其实你就是……郭岩已死，杀人者乔家乔森。乔大侠，乔大侠，乔大侠！真好，装完逼就死，这次就能得到 A 评价了。乔叔，你放心吧，放心，这次我一定能救你的。放开我，我不要你救！王颂和，你好歹毒的心呐！乔叔，你总算活过来了。又来，这脸色不太好，像是心情郁结所致。唉，如今你体内经脉几乎全毁，内劲十不存一，恐怕需要长久休养才能恢复。盐城不论是医药还是武学都十分落后，我得耗费些时日才能找到办法。不过乔叔放心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医治你的。你可别了，只要你别救我，我立马就能行。走，忘了我尸体还在街上呢。我出去透个气。乔叔是要去找那个尸体吗？乔叔准备真充分，还安排了别人假扮你，让郭岩松懈。假尸体？哦，就是那个替身的尸体啊。哈哈哈，没错。那尸体现在在哪儿呢？乔叔放心，那位牺牲的义士，我们已经将他风光大葬，他的墓前种满了菊花。那还真是让你费心了。对了，燕城附近还有武集会的据点吗？据我所知，已经没有了。不过河阳府那边有他们的势力。河阳府是不是在北边？在北边，难怪。自从练了乔家的武圣灵犀诀，就感觉北面有什么在吸引我。
现在想来，应该就是河阳了。乔家便是在那里吧？乔家便是在那里吧？好，我现在就去河阳府，燕城这边就交给你来善后吧。现在去？可你的伤还没好，要不再过段时间？左右留在这里也治不好。我去河阳，说不定还能找到办法。也对。稍等，乔叔若是想去，我可以给你写一封推荐信。我有一名故交，名叫沈清河，他在河阳府城为官，为你谋一份差事，应该不在话下。啊？你不是山贼吗？难不成你黑白两道通吃？以前的同僚罢了。呵呵，不愧是你啊，不会当官的医生，不是好山贼啊。信里就叫我乔木吧，我乔森杀了郭岩，不想太张扬。哦，好的。那么祝乔叔一路顺风。你小子还挺不错的，行，我也不能亏待了你。走，我带你去分赃。郭岩这个老匹夫，居然刮了这么多民脂民膏，简直禽兽不如！哇，发了，赚大了！乔叔，小王，这些钱你都带回去吧。什么？外面还有很多快饿死的百姓，不能不管。你拿这些去别地买些粮食送与百姓，他们必会感恩于你。燕城如今没了城主，上面用不了多久就会派人来。与其再来一个郭岩，不如就由你接手燕城，以燕城为据点，展开大计。乔叔，打住！我可无意白来一趟，这本神功秘籍就归我了。好眼光，这纯阳无极功乃是古法武学中的顶级功法，是吗？我瞧瞧。乔叔，你已经结婚生子了吧？这本书看来和你无缘啊。怎么就无缘了？我前阵子的身体还是个15岁孩童模样呢，只是练着功，居然一点元阳都不能泄。哎呀，像我这种血气方刚的男人，如何忍得住？要不乔叔试试我这本《血肉百变》，这是由武圣人开创的金法武学。本书由浅入深，有多个阶段。前面的部分是一些融合了化妆术、易容术和缩骨功在内的奇技，若能大成，便能精准控制血肉，变成自己想变的样子。那不就和72变差不多了吗？乖乖，今天是个什么日子？报率可有点高啊！不过这上面的内容太过深奥，学习起来费时费力，不如等你恢复之后，我俩共同修行研讨。然后你再去河阳府也不迟。又来拉我入伙，再留你这儿，我就真死不成了。王先生的恩情，乔森日后必涌泉相报。告辞。日后总有相见的一天，到那时再让他加入我们的计划吧。学姐，学姐已经走了吗？7日之期未到，我走去哪？哈哈，今天刚好是第7日，郭岩那个老匹夫已经被我干掉了。好，乔家的血债总算清了一笔。你有没有受伤？手怎么这么冰？学姐，那个我要去河阳府城寻找武圣人和下半本长生拳的下落，所以我们可能又要分别段时间了。河阳府真巧，我也刚还要去那里。真这么巧？不会是舍不得我，想一直跟着我吧？谁跟着你了？在下乔木，因王先生的举荐信而来，拜会沈推官。你真是他推荐来的？他说你身体负重伤，我却看你身体好啊。那是啊？那是有隐情。这不来之前我又死了一次嘛，顺便给岑阳无极功和血肉百变入了个门。对了，举荐你的王先生现在在何处高就？王先生在山林隐居，
神出鬼没，我也只是偶然碰了一面。偶然碰了一面就举荐你罢了。他既然不想透露，就不勉强。还真是可惜啊，看到他亲笔写下的字，很是怀念。想当年，要不是靠着他亲笔写下的药方，我恐怕活不到现在啊。不提了，他举荐的人，我自然信得过。不过我这儿只有文书和捕快2个职位，还缺人手。捕快吧。查案的差事相对自由，也能借这个机会在城中走动查访，寻找武集会的线索。在下乔木，是新入门的捕快。沈大人一向铁面无私，怎么给这人走后门了？会不会是亲戚？肃静！新人既已自报过家门，日后便是同僚，当好好一同办事。现在人到齐了，我来讲一讲案子。想必你们也听说过河阳府城无常妖物案。妖物？无常妖物？近日来，河阳府城之内多有妖物走行，骇人性命。据说，这妖物被称为无常，乃是以死气为食的一种妖兽。每次出现，都会带走一条心灵，如飞白无常女，因而称为无常。妖物实力极为强大，想抓他的也有不少无常，其中不乏实力强劲的6品、5品无常，但都被夺去了性命。这么厉害，这妖物很有让我一死的价值呀。不过这个案子，我们得和玄天宗一同调查。玄天宗，这可真是太巧了。乔家灭门后不久，原来的乔家地界就盖了一座名叫玄天观的道观，现在也被人称作玄天宗。这玄天宗能拿到乔家的地，跟武集会脱不了干系。长江城的下半阵一直没有线索，或许可以从仙宗入手，运气好点儿，说不定还有机会找到另外的修仙法门。又来？这种事干嘛非得摊在我们头上啊？吃力不讨好的活，我奖金也捞不着。兄弟，大伙儿怎么这个反应啊？我们就是普通的捕快，缉拿妖物这种活哪是我们能干的？而且我们之中最强大的老大也才将练进7品。所以这是强塞来的任务，是不是多少有点不顾人死活了？怎么办呢？朝廷乐意听仙宗调遣，倒霉的永远是咱们。各位不必忧心。听你们在聊无常妖物啊，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他是玄天宗的明月上仙？妖物并不需要你们对付，你们只需要追查妖物的踪迹，发现后可立刻通知我。所以这次行动还要多多劳烦各位宫门捕头了。多谢上仙挂念我等凡人的安危，上仙真是宅心仁厚，我一定会追查到妖圣踪迹的。那就拜托你们了。这些家伙当牛马还这么积极。没有金刚钻，别揽瓷器活，我们也只能做点跑腿的活了。话虽如此，这么点小事，仙宗为什么不自己做？是要借此来打压朝廷吗？这妖物以死气为食，所以常会出现在将死之人的附近，也就是医馆、牢狱之类。若这些地方也寻不到他的踪迹，也可让将死之人聚在一起，以此作饵，吸引他出现。以人为饵，是不是太过了？总归是将死之人，何不让他们死前发挥一些价值？那如果我们抓住妖物，不知上仙要如何处置他？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会将其带回宗门另行惩戒，然后让他以有罪之身为我仙门效劳。好一个好生之德！他杀了大言子民，还能上仙宗活着，天理何在？按大言律法，杀人偿命。可大言律法只管凡人，不可干涉仙宗，所以妖也自然由我们仙宗处置。你敢问上仙，
若我们在追捕过程中侥幸诛杀了妖物，又当如何？我说了，很危险，若是遇上，一定要立刻通报。啊！要是碰上被追杀来不及通报，难不成还不能反抗？这一反抗再侥幸杀了，也算立功了吧？到时仙宗门是否会给点奖励？比如去宗门参观什么的？仙门重地，凡人岂可踏足？玄天宗的人还真是嚣张，看来只能另想办法探查了。好了，今日便到这吧，还望诸位3日之内寻得妖修线索。枣儿，咱们怎么做？真听他的，早点快死的？我大燕王朝的府院，没必要听仙门人指手画脚。你们继续去城中探查，其余的我会想办法。一有消息，立刻上报给我。是。乔木，你留下。沈大人一向公正廉明，能把你招进来，说明你确实有点本事。所以，你方才是故意激怒他，还是确实有办法诛杀妖物？啊哈哈，头儿你高看我了，我只是客观提问。总之，当然，既然是吃死气的妖物，那我何不考虑死一死呢？进。陛下，有王宋河的消息了。说，安排在沈清河身边的探子来报，沈清河安排了一个叫乔木的举荐人，便是王宋河。王宋河的举荐信中并未提及他的具体情况，沈清河应该也不知。陛下，当年朝堂之上便有传闻，王宋河转修了仙道，无稽之谈罢了。他对仙人深恶痛绝，怎可能修道？不过人终究是会变的，数十年销声匿迹，如今终于有了行动。想来他举荐的人也不是一手闲棋，安排一下，朕要看一看这乔木究竟是何许人也。参学，上次见你时，你还是个小娃娃。10多年，弹指一挥，你终究还是来到此地，何该有此缘法？林林上人，我乔家的事，我早已知晓。其实仙道武道本身并无错，你天生灵觉过人，能有更好的修炼方式，又何必浪费？你不愿入仙宗，在我这里也是一样的。是。乔木，现在在做什么呢？老实点，不来的话，10条命也不够你死的。放心，今天就算打死我，也不会从这牢房挪出半步。毕竟，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搞来的作死机会。只听那壮士乔森大喝道：“我辈武夫自当一往无前！”说完，将那燕城之主一枪刺死，扬长而去，只留下英雄般的背影。好，太好了！乔森真英雄啊！光说我有什么意思啊？城里妖物作祟，说书的学会抓热点啊！本来想根据这些市井消息推断一下妖物的动向，然后我就能去死一死了。结果听了大半个小时我自己的光辉事迹，真是浪费时间。身为河阳府城的捕头，白日里不办公务，反倒是在这听书。请问这是否有渎职之嫌呢？
你在教我做事啊？这人不简单啊，英姿挺拔，气度不凡，一看就是大人物。而且他身后站的不动身形也自带威压，明显是个高手。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在办案？都像你这样好为人师，不如去指点当今圣上打仙人战争喽。放肆！哎，这位仁兄言辞犀利，颇有风骨。我很好奇啊，在你看来，这当今圣上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还能是什么人？该死的人！我刺杀大炎皇帝的大计一直没机会执行。传言说皇帝会路过燕城，可我连个影子都没见着。杀了郭延也没见朝廷发通缉令，本来还指望被官府处死。对了，眼下不就是一个机会？这两人说不定就是地方官僚。若是我当着他的面把皇帝狂喷一顿，获罪而死的话，嘿嘿嘿嘿，一定能名动天下，死亡评价不会差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当今圣上，那可是千古一遇的明君呐！千古一遇，这评价是否过高了点啊？不高不高，你看他年号定得多好，永和永和，皇帝向先人不战而降，赔款填缴，这样仗就永远打不起来，能不永和吗？可是先人势大，连武圣都惨败而退，10万精锐全军覆没。有没有可能，当今圣上是以大局为重，有些事自然只能妥协？你想说圣上在下一步大棋是吗，董哥？落后就要挨打，若无其他选择，自然只能妥协。但妥协是韬光养晦，还是彻底伏低作小，就是两码事了。燕城十室九空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落草为寇。可燕城城主徒有恶票而不知发，朝廷对此更是不闻不问。皇帝号称受命于天，代天牧民，所以这是视子民如牛马，将其当作可以讨先人欢心的资源而随意割舍吗？百姓困苦，朝纲疲弊，不知道造出了多少个燕城。好一个万人之上的天子，好个大局为重的永和帝！大逆不道，简直一派胡言！你那么激动干嘛？皇帝供养仙宗，在座的都知道，他还准备在各座大城设立仙宗驻地，随时欢迎大爷来玩。歪屁股简直不要太明显！住口！不许侮辱当今圣上！我就骂，皇帝就是仙人舔狗！这是哪家的猛士啊？居然公然辱骂了当今圣上，比我的说书还精彩10000倍啊！太刺激了！他都快骑在朕的头上骂了，该不会已经识破了朕的身份，故意给朕上眼药呢？又或者说，这些话也是前刑部尚书宋和的意思？当初宋和死谏先帝，绝不可屈服于先人。如今天下局势由他所定，他又举荐了此人。大言律令，放逸圣上于弑朝者，秋后问斩。因言获罪，祸不及他人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罢了，他终究不懂军国大事，只是逞口舌之快。今日便到此为止吧，告辞。什么情况？我脖子都小了，你就这么放过我了？你没事吧？有点生不上来。哎，别走啊！我还可以骂得更狠些的。谁是乔木？我就是。有人告发你妄议朝政，诽谤当今圣上，哼，给我抓起来！兄弟，到底什么时候才杀我呀？不会真等到秋后吧？哎呀，秋后太久了，只争朝夕，不能浪费百姓的税银。趁现在吧，不用挑时辰的。处刑的时候，我希望闹大一点。我这人就喜欢热闹。哪有人这么找死的？该不会他知道死不了，
上头有人保他吧？哪个后台这么硬啊？辱骂天子也敢包庇？老实点，这里关的可都是死囚，你就别妄想着出去了。死囚？那这牢里真是来对了。我记得那个无常妖物，爱使死气的吧？原来是只猫啊，吓我一跳。小家伙，这死牢可是阴间点儿，你跑这里可落不着好。来，我送你出去。哦，哎呀！喂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好着呢。别看我这样，我可是道圣。想当年我劫富济贫，救了多少百姓？那你不还是被逮进来了？哎，一时失手。有个大户子女是个艺人，他们给我使绊子，让我在这几10年了。不会是正面还回光返照吧？等出了这点，老夫还是英雄好。哦，来人呐！有犯人昏倒了！你在干嘛？死了？难道这是猫妖？就是他了！来，弄死我！就是这样，来呀！喂喂，你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无常妖物，卖萌撒娇是几个意思呀？等等，这妖物是吃死气的，他黏着我难道是因为我快死了？这表情又是怎么回事？痴汉猫吗？知府大人放心，没有人能从这牢里逃出。这怎么？什么时候问斩？我快等不及了。乔捕头说笑了，我是河阳知府楼明，之前都是误会，我们是来请您出狱的。出狱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本来就是来接乔捕头出狱的，这牢门坏了也罢，坏了也罢。算了，我下次再找机会进来。还来？明明随手就能拆了牢门，却不跑。辱骂天子，都有人拿着谕令捞他出来。此人背景通天，万万惹不起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，让这位老人入土为安吧。摔了一跤，没挨过去。乔捕快果然心地善良，一定照办。来，这边请。话说回来，那只猫妖去哪儿了？算了，日后再来学吧。2天，才2天，你就顶着这份公差滋事被抓，我这衙门的威信何在？大人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是为了破案才故意犯事，去监牢里暗中埋伏，而我也确实见到了那无常妖物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原来如此啊！你的本官是傻的，去牢里用得着辱骂皇上吗？乔木，沈大人为了捞你，头一次搞特权，还亲自去了趟知府那里，给那个娄老东西赔礼了。要不是看在王先生的面子上，谁管他？多谢大人，你和王素和就是我作死大道上的绊脚石啊！罢了罢了，日后谨言慎行吧。虽说我是去捞人，但听姓娄的说，在我到之前就有人拿着飞鱼令要他放人了。飞鱼令传的可是皇命，难道这上头的人是皇上？是皇上命他骂他自己？难不成皇上也放屁？好了，说正事儿。你方才说见到了妖物是何模样？是一只三花猫，大概就这么大，出现在一名囚犯身边。那囚犯年事已高，摔了一跤就没了。那猫妖吃了囚犯的死气变大，但并未伤人，
无常妖物的每一次出现都必有死者，这点对得上。之前部分死者的身上有巨大的致命爪痕，确实像是猫、虎类妖物造成的。可这家伙怎么感觉都不像真凶啊？有没有可能猫妖不杀人？何出此言？猫妖只是被死气吸引才出现在现场，但是被误认为是杀人的妖物。你的意思是，还有一只妖？明月师姐，圣女的这头鼻金飞虎实在太凶了，我们训不来。是啊，而且师姐您最近一出门他就发狂，我俩实在没辙呀。豢养灵兽本就是我们的职责，到时候圣女出关怪罪下来，我们谁都担不起。好厉害！这帮蠢材果然什么都不懂。凶虎不发狂，怎么显得我明月玉兽有数？怎么在圣女面前立功？圣女闭关少说还要1个月，问题不大。我下山一趟，碧金飞虎就交给你们了。接下来只要抓到那无常猫妖，我在宗门里的地位定能更上一层楼。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抓捕无常妖兽。乔捕头昨夜在城西的监牢见过他，因此重点在城西这一带搜查，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所有人按计划去街区搜捕。是。果然，昨天从牢里出来就感觉你一直跟着我，这么黏我，不会是把我当成长期饭票了吧？你这嗅来嗅去的，倒是让我想起了学姐。不过她可比你的痴汉猫可爱多了。乔木，什么情况？那只猫是？她就是我说的那只猫妖。看我西郊去了，我去右边堵他。通往左边拐了。他跳下去了，跟上。跟丢了。不对，这猫妖速度敏捷，应该早就能甩开我们才对。再往前找找看。他为什么一路不远不近的吊着，像是故意引诱我们？此处，老大知道这里？衙门查过，这里是一个新建立的小帮派——赤水帮的地盘。帮主江龙是个6品武者，实力不容小觑。好重的血腥味儿！赤水帮帮主江龙拜见上仙，能为9大仙门之一的玄天宗办事，是我的荣幸。上仙若能早日让我进入宗门修行，习得长生之法，我一定违上仙之命师从。你如此诚恳，我自然是要给你个机会的。不过想进仙门的武者多如牛毛，我也不能如此简单答应你。只有通过我的试炼，我才会收下你。试炼？品级只代表武者的内境层次，我想看看你的实战能力。放心，只是点到为止，动静可不能闹得太这是看了，放弃也是可以的。不过这长生之法，我上仙误会了，我是怕一不小心失手把他打死。
上仙放心，我定点到为止。上仙，救我！无常妖物能闻见死气，而这死气只会在将死之人身上才有。这六品武者的死气，他闻着味儿一定会过来。好了好了，先吊着他一条命，弄死了，死气很快就散了。恍日我的血是便会听话的，今日难道这个六品武者对他来说是大补之物，引发了他的凶性？你果然来了，束手就擒吧。这下糟了，小虎暴走了，要是让人知道的话。看上面，果然还有另一只妖，跟我来！才晚了一步。什么？那虎妖多半是玄天宗豢养的灵兽，灵兽通常是受修仙者驱使的，御兽者方才一定就在这里。你是说，这无常妖兽案的始作俑者是玄天宗？英雄救猫，完美。虎妖强悍，我们不是他的对手。我身法快，可以拖住他一会儿。你去叫帮手，快去！天魔解体！抱歉啊，老大，可不能让你抢了我的人头。乔木，我不是叫你去叫援兵来的吗？不，老大，你去叫援兵，断后的事交给我。愚蠢！明明能跑的，又送上门来。这下好了，两个人都得死在这儿。盯着乔木，摸清他的底细，有事立刻与朕汇报。皇上要盯着的人，若是死在这儿了，怕是不妥。但是操纵虎妖杀人的真凶还在这儿，皇上眼下不愿与仙人起冲突。我若贸然行动，只怕会给皇上带来很多麻烦。罢了，只能见机行事了。碍事的不快，说了找到妖物不可硬上，立刻告知我。居然真有不要命的敢冲上来！也罢，区区6品凡人武者，也就是给小虎打牙祭的。等小虎吃饱了，我再回收便是。好厉害的虎妖，仅凭爪子打出的锋刃，就破了我的护体禁忌。死在他的爪下，收益一定很高。来呀，
就用你最厉害的招式干死我！来得好，让我死个痛快！愣着干嘛？躲开啊！别捣乱了，让我死一死！狐妖强大，不能硬拼。只能靠身法牵制，寻求破绽，再给出致命一击。我现在传你前一步心法，仔细看我的动作，符好口诀：心气于足，神意自通，踏虚为实，踏实作虚，天龙成，循环往复。求你了，有教也先帮我放下来再教啊！我快窒息了。这种情况下，神仙也学不会啊！引5步，再入舟。这都行？乔木，这狐妖内劲深厚，普通斗技伤不了他。牵引步虽然能避开他的攻击，但也无法对他造成伤害。这样下去，就算乔木掌握了牵引步，我们还是必输无疑。不自量力，那可是圣女的灵宠。水火不侵，刀枪不入，你就乖乖等着被吃掉。对你们凡人来说，这是莫大的荣幸。乔木，一定要平安无事。天魔解体，牵引步，你打不过他的，快走！系统。给我加点儿！使用成功。刚才那一击的内劲远超6品武者。而且他还在其中融入了一套速度极快的身法，威力倍增，再加上他那只攻不守的搏命打法，这乔木是个狠角色呀！我家祖传的牵引步是这样用的，千行逆纵、闪转腾挪的轻功，怎会被他用得如此爆裂无比？难道这么多年我都练差了？臭老虎，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受死！住手！这碧琴飞狐乃是玄天宗圣女的灵宠，立刻把它交还给我！仙门的规矩，与我一匹夫何干？这孽畜害死不少人命，按我条律令，当斩！杀了！如此果决地杀了狐妖，他怎么敢？为什么这个武夫这么轻易就做到了当朝天子都做不到的事？居然！杀人的孽畜已经伏诛，但纵虎杀人、草菅人命者，一样要偿命。仙宗灵宠犯事，自然由仙宗处置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凡人插手。而且你还诬陷本仙，罪当万死！诬陷？那可否请明月上仙解释一下，你为何出现在这里？若有是纵有，放肆！本上仙的行踪还要与你交代。你们擅自行动不与我汇报，妨碍仙宗行事，还残害圣女灵宠，衙门所有人等死吧！草菅人命，目无王法，你们仙门迟早要为此付出代价的。乔木，你没事吧？振作点，你放心。我和大人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。别救我！乔木，这次真的吃得好饱呀！和喵以前只能晚上偷偷跑到那些快死的人那里，当然和死7天肚子不一样。
这捕快死气冲动没得说，而且他昨晚还救了我，好特别，好喜欢。可惜最后那捕快被火药重伤，我一路跟着，结果还是晚了一步，途中气就没了。唉，被我看上就意味着死期将至，本喵注定是孤独一生。疼！这复活点怎么在树上啊？他还活着！怎么又是你啊？既然你这么喜欢我，就当我的吉祥物好了。竟然只有 B 加级，难道是影响力不够？这案子陈映雪肯定已经上报了，如此大影响力绝不会只有这么点儿，除非这案子中途就被压下了，所以这事根本没人知道。难怪这些修仙者如此嚣张。哼，罢了，系统把我的点数全都加在长生拳上。既然衙门不敢惹事，那就我来。反正捕快乔木已经死了，怕牵扯到其他人。这就是长生拳大trận吗？感觉全身气血充盈，要刷高评价还是得人前显圣，先提高声誉才行。无常，咱们走，直接上玄天宗抓人。躲进影子里了，稀奇古怪的能力。妖物各有异能，修仙者手段多样，只有武夫在挨揍。这世道啊，这就是以前的河阳乔家大院了。今日15，来玄天观烧香敬神的香客还真不少。求上仙，我儿子儿媳几日前被妖怪害死了，孙女当日躲在柜子中受了惊吓，昏睡至今，这才醒过来，可成了这般痴傻模样。求上仙救救我的孙女，老夫定日日来观中上香供奉。仙人观中不得喧闹，前面的都是一些达官贵人，没看你们的五品同知大人还在里面上香吗？到后面等着去，仙人也忙着呢。求上仙保佑我的第9房妾室给我生个好儿子。可不急啊，上仙，我老夫人如今就只有孙女这一个亲人了，我给您跪下，我给您磕头了。说几遍了，让你等着，再胡搅蛮缠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师姐，你刚才说你儿子被妖物杀害，这小女娃在边上看到了。正是，上仙，我孙女的魂是不是被那妖怪给吃了？确实有失魂之症，请跟我到内殿，我会亲自为她治疗。真的吗？谢谢。婆婆，你可不能跟他走，动手行凶的就是他。这声音是乔木，他不是被小虎重伤，怎么会毫发无伤的出现在这里？玄天宗的上仙放纵妖兽行凶伤人，不可能吧？这不是宫门捕快乔木吗？身为衙门差役，凡事要公事公办。既然说我纵兽行凶，可有证据？诸位，我与这捕快之前有些过节，所以今日才来诬陷于我。区区一个捕快，还想捉拿仙人？圣上都不敢。擅闯仙门，毁我仙门清誉，该当何罪？是他，老虎，大老虎，爹爹，娘亲。你孙女，你这是回魂了，没事，奶奶在。这小女孩刚刚是指着明月上仙吗？我好像听说玄天宗豢养灵兽。住口！一群凡人，胆敢诋毁本仙，都想死吗？还有你，抠门捕快带头在仙门闹事，是死罪。今日你休想活着离开，整个衙门都要连坐。是吗？可我不是什么抠门捕快，王木茶和乔匹夫。既然大言律法管不了仙人，那便由我乔匹夫来管。还不快上！不知狂徒，敢对我明月师姐动手，看我把你大卸！来得好，就让我看看仙门的实力。不会仙，你是武夫。武夫只是凡夫俗子，我如今已经拜入仙门，迟早能得到玄门正统仙法，得道长生。原来只是仙门走狗，怪不得在此道观看门。哼哼，我今日杀你立功，又不准我入内门，我就不必在此了。终极绝技，天地解体。
在我乔家人面前耍天魔解体，班门弄斧，天魔解体！小鹿内门的师兄弟们，跟我一起上，杀了他！哼，小菜一碟。动不了了，师姐快动手！尸骨离火符。什么？去！师姐！长江瞬间法，这就是仙术的威力吗？师姐，你害我！用你竟然瞬间化为灰烬，好歹毒的仙法！怎么还是沾上了？好疼！滋味如何？这可是圣女赐我的尸骨离火符，平时舍不得用呢。这火焰能销魂蚀骨，再把你烧成灰烬，它是绝对不会灭的。灭？那就让它烧吧！天魔解体，完全爆发！虽我虽身死，但求世间公道长存。你疯了！乔家乔匹夫，请上仙受死！不可能！你是仙人，我死在本府送子手里！救我啊，师兄师姐！你们为什么不救我？还好之前把点数都给了长生拳，才能勉强扛住这蚀骨离火。可这具身体已经不行了，这样也好，至少明月没机会对那婆孙下手了。而且，当众世间，人前显圣。再加上离火中化为灰烬的帅气死法，评价肯定不低，嘿嘿。好，玄天宗来复仇了！等等，你们看乔英雄，他身上的火焰消失了。真的，这是上天保佑！飞剑斩断我的手臂，火自然就灭了。看来出手之人不是想伤我，而是想救我。但是都烧成这样，还不如死了呢！刚刚剑就是从那里飞过来的。敢问是哪位高人出手相助？可否现身一见？让我这一趟又白干，让我逮到你，一定好好感谢你。陛下，您让微臣出手救他一命，但感觉他好像不咋高兴。的确，真是和他兄弟乔木一样难以琢磨。没想到他为了无常妖兽的案子，真跟仙人动手，我一定好好甚至感谢你不惜以命相搏。一个武夫都知道要维护世间公义，而朕虽为皇帝，却不敢逆势而为，如何担这天子之责？臣万死。陛下深谋远虑，所处位置不同，自然无法同他一般鲁莽。其实微臣知道，陛下您一直心系天下，只是仙人强势，您一直在忍辱负重。朕倒更愿意像他一样快意恩仇。罢了，你去把他带走，不要让玄天宗的人盯上。朕不愿眼睁睁看着义士遭难。怎么了？来不及了。明月死了，连蚀骨离火符也用了，还死在了那凡俗武夫的手里。他天资低下，却总爱争宠表现，活该有这一劫。只可惜夺了我玄天宗的威名。今年负责驻守玄天观的是那位赤阳师兄吧？不过他云游去了，估计这事儿要你我负责。也对，毕竟玄天观是香火道观，再不收拾那武夫，日后香火衰败，你我少不得一顿责罚。看来是不需要我等多事了，继续下棋吧。
你是何人？这女子是谁啊？武圣灵犀诀感应到的，应该是武技会的人才对。为何对一个修士也有感应？一个寻求道义对错的人，敢问姑娘又是何人？无趣。仙门行事，哪怕是错，也是对。这离我比明月的强不止10倍。看来你就是明月口中的圣女。很好，今日15，以烧香敬神，希望我这皮肤之香，上仙受得起。此人身上有武圣灵犀诀感应，武技会竟沦落到派一个6品武者来掌事。明月虽死不足惜，可他终究是我的人。眼下这个时候，我不能损失半点威严。躲在树林里的那2个气息消失了。罢了，由他们去吧。此事不宜节外生枝。这次捡到宝了，这人类居然可以无限复活，这醇厚的死气真的爽死本喵了。我说你这家伙，别只顾着吃死气啊！打架的时候好歹帮点忙吧。本喵可不擅长战斗，但是卖卖萌还是可以的。不过这次奖励还不错，死的也值得了。丹田气海又膨胀了，已经是4品武者了，再进一步就是炼神。我现在手上对炼神有益的功法，只有长生拳炼尽篇和纯阳无极功，且都不完整。武圣灵犀诀是低品武者可以修习的炼神秘法，与真正的炼神武学还是有区别的。那位玄天宗圣女用武圣灵犀诀能感应到他，说明他和武技会有点关系，得查查他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长生拳下卷炼神篇的信息。找到了。有武技会的人混进来了。圣女在上，圣火灼灼，保佑圣村驱病驱魔。这样炼成吸收的效率太低了，要突破筑基，还需要更多的香雾原理。有武技会的人混进来了。见识过门口那群武奴，我现在强烈怀疑这个圣女的含金量。想不到玄天宗的圣女居然住在这种平平无奇的。鬼大人饶命啊！我只是被我爹硬塞到宗门里的侍女，冤有头债有主，烧死你的是圣女，我是无辜的。鬼！我问你，你老实回答，否则我就带你一起走。我什么都告诉你。好，姑且信你，但如果你敢耍花招，绝对不会。我爹是河阳之府，只要你不伤害我，我就让他给你做最好的法事。少废话！你们少女是什么来历？圣女曾经是武圣人的弟子，名叫武清心，也是武圣人的养女。武圣人不是罪犯仙宗吗？他的养女能进宗门？鬼大人，你有所不知，40年前武圣人败于仙人之手，之后他辞官创立了武技会，然后就消失了，连我们宗门的长老都找不到他，武道也因此败落。各大武道世家被武圣人吞灭之后，零散的武修也找不到出路。后来大概过了10几年，我们圣女就拜入了仙门。圣女虽修武道，但仙道资质也是绝佳，入门不过5年，就已经远超其他同期的弟子。
后来长老们推选她做了圣女，为天下武者表率。从那之后，越来越多的武修转投仙门。圣女大人是我的偶像。好一招千金买马果，难怪会有武道之人愿当仙门走狗。但修仙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武者入了仙宗只是下等徒役，根本接触不到修仙的核心。不过武清仙既然是10几年前拜入的玄天宗，乔家灭门一事应当和他没什么关系。那他这儿估计也没什么重生权的线索。对武技会了解多少？有没有见圣女练过什么武道功法？或者她有没有教过你什么？说我自己能力不够，还不配圣女传教。我必须加倍努力，养好的灵兽，照顾好圣女饮食起居，不吃不喝不睡，这样一定能获得她的青睐。这仙宗怎么整得跟邪教似的，还带给人洗脑的？那武清心现在是什么境界啊？哼，我们圣女天资卓绝，这次闭关已经快突破筑基了。多嘴多舌，圣女这是将人命当作什么？不是鬼啊，是你。鸵乃桥中，白天被你烧死的是我弟弟乔匹夫。我乔家满门忠烈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，悍不畏死。你杀我弟弟，我是来找你报仇的。又来！不能死太快，得掏出更多信息才行。开个玩笑，同为武技会的人，师姐干嘛这么大火气？愚不可及，总归你迟早要死在武圣人手里，不如我现在就助你解脱。师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连见都没见过武圣人，他为什么要杀我？莫非我身上有什么不该有的东西？啊，我知道，是武圣灵犀诀。你我都练了武圣灵犀诀。看来我猜中了，因为武圣灵犀诀有感应。你以为我是武圣人派来杀你，而你背叛了武圣人，拜入仙门就是为了破解这门功法。我说的没错吧？白天，飞鱼为了人救了你弟弟一命，你们是皇帝的人，